家好，我是 Tommy Lee。节目开始之前，我要提醒大家开字幕。大家好，我是汤米爸爸。今天我们要讲加拿大雁，对不对？对啊，加拿大雁是一种很聪明的候鸟哦。它春天的时候会飞到北方结婚生小孩，然后冬天再全家飞到南方躲避冬天。为什么这个加拿大雁就留在南方，就不用一直飞来飞去？你说为什么就一直在南方？反正也够吃嘛，对不对？又不冷，对不对？对啊，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我觉得这是好问题。可是爸爸不知道答案。爸爸知道的是，鸟爸爸和鸟妈妈如果受伤死掉，没有带小雁飞到南方的话，小雁就不会南迁。所以南迁不是本能，南迁要爸爸妈妈教。所以除非有人养的话，不然在北方出生的小雁会冻死。也因此有一部电影啊，是讲加拿大的一个小女生捡了一窝的加拿大雁的蛋，孵出来之后呢，小雁就把小女孩当成是妈妈，但是因为警察因为法规不让她豢养，坚持要小女孩把那个小雁放生。小女孩知道这些小雁不会南迁，那加拿大的冬天也放不会南迁的雁，保证冻死。所以小女孩就拜托爸爸做了一台像加拿大雁的飞机，然后教加拿大雁飞去南方，竟然成功了。而且更厉害的是，过了一个冬天之后，这些小雁又飞回小女孩的家来看她了。好酷哦！那以前爸爸和妈妈住在纽约上州的时候啊，你看现在这个画面里面看到那个大房子吗？以前我们就住在那边，白色的大房子那边。看起来好华丽哦。对啊，然后走几步就到湖边，所以爸爸想要的话，可以整天钓鱼、喂水鸟。那个大湖叫 Lake Mohegan。那因为那边有湖啊，所以夏天有很多加拿大雁。那善良的妈妈当然会去喂它们啊。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看水鸟可爱就去喂它们啊？当然可以啊。不行啦，后来爸爸妈妈才知道不能喂野生动物啦，这样是不行的。那其中有一只加拿大雁啊，跟妈妈特别的要好哦。它只要在湖上看到妈妈，就会用水上漂、半飞半跑的方式，像图中这个照片一样，这样子奔向妈妈，蹭过来要吃的。像我一样对啊，像你一样。可是我只是会摔倒。不会啦，慢慢跑就好啦。然后没有吃的话，它也会跟着妈妈走来走去。它还曾经探头探脑的想要走到我们家里面。它有一个很奇怪的特征哦，就是它胸口的羽毛啊有黑黑的2点，这个我们看过，其他加拿大雁都没有，所以爸爸妈妈就把它取名叫做2点。那2点跟我们玩了半个夏天。可是后来啊，房东跟我们说不能喂野鸟吃东西，因为这样子 against the law。但那时我们以为他只是不喜欢他的院子和那个小船的码头都是鸟便便，而且啊，那个时候有禽流感、猪流感的威胁。然后有一天呢，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时候有 avian flu 和那个 swine flu， 就是那个感冒啊，它会透过鸟和透过猪传给人类，所以那个时候还蛮紧张的。对啊，然后有一天呢，也没有很冷啊，加拿大雁就突然通通都不见了，妈妈难过的要死。然后我那个时候认为啊，一定是房东开枪把加拿大雁都赶走了。可是妈妈那么难过，对不对？我只能安慰妈妈说，因为他们是候鸟，应该都往南边飞了。后来天气越来越冷，树叶也变红了，妈妈等不到2点啊，只好穿着厚衣服，随便去喂喂天鹅，想想2点。天鹅不会南迁，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寒冷的冬天的。冬天真的很冷哦，后来整个湖都结冰了，天鹅也不见了。然后爸爸妈妈就带着猫去结冰的湖上玩呢。哇，蜜太吉不会怕哦。蜜太吉不会怕，蜜太吉很勇敢的。然后后来春天来了，陆陆续续也有很多加拿大雁出现，但是都离我们远远的，吃完东西就跑。我们看了很久，2点都不在里面。然后我们等了好久。然后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鸟啊，它去南边再飞回北边，大概要飞上万公里，所以那个生存的几率其实很低啊。又加上有很多猎人会杀它们，所以我们心中都觉得2点应该已经死掉了。然后到了5月份啊，有一天我们在湖边，突然有一只加拿大雁在湖上又向妈妈一边飞一边跑过来。我们心里面在想，这该不会是2点吧？所以我们看了它的胸口，虽然形状因为换毛有一点变，但是那2个点的形状还可以看得出来它就是2点。更令人惊讶的是，
那个2点后面有一只加拿大雁，带着一群小雁也游了过来，跟着2点走来走去，看得出来是他的太太和小孩。加拿大雁是一夫一妻制的，所以妈妈真的是高兴坏了，顾不得不能喂鸟的这个法律规定，那样拿起面包来就疯狂的喂食2点的全家。这一幕真的很惊人哦，因为你如果稍微知道鸟的话，你就会知道加拿大雁其实会保护幼鸟，它会拍打翅膀追逐，并且咬人类把人赶走。可是2点一家却把幼鸟带到妈妈面前，把妈妈当家人，很神奇，对不对？对啊，然后这过了一个冬天啊，来回不知道有没有上万公里，它还能找到同一个地点再跟我们相聚，我觉得真是好厉害。推算起来啊，他们当时其实已经飞回来1个月了，只是要生蛋，要保护巢，所以没有见到。好想喂2点哦。你很想玩2点，对不对？他搞不好还活着哦，因为加拿大雁听说可以活30年。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讲加拿大雁，大家喜欢的话要怎么样啊？要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好，那我们要那个开始阅读测验，不是开始那个文章了，对不对？好，念给大家听吧。A Canadian goose is a North American migratory bird. While migrating, these flocks of birds fly in a V-shaped formation. Canadian geese can be commonly found near lakes, ponds, and parks. They are herbivores. Therefore, they like to eat wider plants, grass, and grains. Canadian geese spend their winter in the southern wintering ground, and they spend spring and summer in the northern breeding territory. Canadian geese are monogamous and stay in a pair for life. Breeding happens once a year, usually starting in April and going until May. The female chooses a safe location and makes the nest. They will lay 2 to 10 eggs, and normally takes about a month for the eggs to hatch. The male goose guards the nest, and the female incubates the egg. Year after year, some geese pairs return to the same nesting grounds to lay eggs with their mate. The young goslings can walk, swim, and seek their own food as soon as they hatch. Parents are often seen leading their goslings in a line, with one adult in front and the other in the back. Canadian geese pairs often from nurseries with other parents. Parents often aggressively scare away nearby wildlife and humans to defend their goslings by warning hisses, then strike with bites and slaps with the wings. From 6 to 9 weeks of age, the offspring reach the flying learning stage. Parents instill migration in their young. If the parents do not migrate, the next generation may become non-migratory. The young ones do not abandon their parents until they return to the birthplace and the spring migration. Canadian geese are loud birds that prefer a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y do not make good pets. They are also protected by laws from domestication, making it illegal to keep them as pets. 我念完了，现在要考试了。然后现在考试了。可是我没有练习耶。没关系，这样子看看你有没有记住那个文章哦。好，来第一题 ，Canadian geese eat A. worms and insect, B. grass and seed. Grass and seeds 吗？
对啊，因为它是草食的，对不对？对啊。然后第二题，Canadian geese breed in A warm and sunny southern ground. B their birthplace normally in north. B。在北边，对不对？对啊。好奇怪哈、为什么不在南边？不知道啊。然后 C when do Canadian goslings start to learn flying? A 1 year old. B in autumn. C 6 to 9 weeks old. 6 to 9 weeks old。对啊，6 to 9 weeks old，到秋天的时候就已经要飞走了，那时候学飞来不及了。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了。大家喜欢的话要怎么样啊？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留言帮我加油，这样 Google 和 YouTube 才会推荐我们。那大家如果有人知道加拿大雁为什么不干脆待在阳光衣食无缺的南方，要这样子飞来飞去，或者天鹅不在，不南迁怎么过冬，对不对？对啊，要留言跟我们大家讲哦。好，那今天就录到这边了，跟大家拜拜。拜拜。